结构运算思维、基础程式设计 APP Inventor 2篇，重复处理复利的效应。在我们的前面几个单元，我们已经讲过程式设计的3大基础架构的循序跟选择。在这个单元内，我们进入到重复的处理。那重复我们之前是用操场跑10圈，或者是跑操场跑到没力、没有次数的一个方式来做表示。那在这个单元，我们将看到重复处理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如何来建构它的一个效用。首先，在这个单元内，我们会先介绍这个单元大概在教授什么东西。那主要一样是围绕在我们的重复处理的部分。那通常在重复处理学习上会有一些盲点，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1加到 n 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各位，我们的重复处理要如何来设计它的一个重复规则。那看完1加到 n 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复利的计算来了解复利它是怎么来算的。那最后我们会用所谓的 IPOD 的方式来拆解我们的复利计算，顺便呢来设计我们的复利计算机的 APP， 它的界面设计以及它的程式。最后会做一个单元的总结。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单元介绍。那在这个单元内，我们就是要复习程式设计的3大基础架构中的重复处理。那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有人说加1，那如果加1加100次，就是重复执行的加1加100次的动作。另外一个我们常看到的世界第8大奇迹复利效应，就是如果你有存钱，而且呢是有累积性、持续性的在所谓的定期定额的存款，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复利它的所产生的利益是非常的高的。那看完我们的复利效应如何来做一个复利的计算之后，我们会以 IPOD 的方式来分解解构我们的复利计算机的程式设计。那当然啦，一样会包括我们的 APP 的界面设计以及程式设计这2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重复处理。那重复处理在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嘛，它是一组程式的指令，会依据特定的条件被多次的执行。那我们在玩 Google Block Game 里面，我们可以翻到啊，最常看到的重复处理就是我们给很少的一个所谓的区块，就是所谓的软体区块。那要让我们的小绿人到达目的地，那它都会提供一个所谓的重复直到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区块，让我们来使用。所以呢，以重复这样的一个处理，它主要就是把一连串的程式码让它反复的来执行。那当然啦，我们有讲过嘛，它的执行有2种，一种是 for 的形式，一种是 while 的形式，就是有固定次数，另外一种是没有固定次数的方法来执行。那基本上2种程式写法都类似齁，它有一个你要做一个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 for 来写，也可以用 while 来写。那我们来进入重复的处理，首先来看1加2加3，一直加到 n。那如果对我们来讲，这一个算术很简单嘛，1加到 n， 那假设我们的 n 是10的话，那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算法是什么？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所以1加10，是1，然后呢乘以10，总共有10项嘛，再除以2，答案的是55。但是呢，电脑它没办法用这种所谓的梯形公式的方式来算，它只会一项一项一项的加。那以我们这个例子，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 n。那假设我们 n 是10的话，我们这里总共有几个数字要加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来数一下它总共有1、2、3、4、5、6、7、8、9、10个数字要加。那加几次的动作？那基本上它只有加 n 减1，就是9次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一个总和的变数 sum， 总和变数初始化给它为0。那我们要把1加2加3加4一直累加的结果都放在我们的总和变数内，就是放在这个 sum 内。那我们算一下这样子我们要加几次的加，几个数要来加，以及要加几个加。那我们总共有几个数要加呢？1、2、3、4、5、6、7、8、9、10个数那有几个数要加呢？要加几次？要加10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个总和变数嘛，所以呢，1要加到总和变数里面，才可以开始来累积它的值。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加10次。所以跟上面这个地方来看，我们有10个数字以及要加 n 减1次，那好像差1次嘛。
主要的差在哪里？我们的第一个数是这一个1，就是我们要加的数值的第一个。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第一个数是谁？是0，就是我们的总和变数的方式来做处理。那我们把它换成一个程式的方法来看一下或者是一个流程的处理来看一下。那假设我们的 sum0 代表这是第0次就是我做第0次的加，所以呢，刚开始我们的 sum 是0，那接下来我们要加哪一个？第一个数1，所以呢 sum 1等于 sum 0加1。那这里的0跟1，它的差别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它们之间的第0次跟第1次，就是第0次加跟第1次加。第0次加它没有加嘛，所以呢0加1，它的结果是多少？是1。好，那第2次的加，我们把第1次的 sum 的结果拿来跟第2次的加，所以呢 sum 1加2等于谁？等于 sum 2，所以 sum 2目前的值是3。同样的道理 ，sum 2加3等于 sum 3，就是说把 sum 的值跟3加起来之后再指派给 sum， 所以呢，目前 sum 的值应该是6。那我们依序这样的推论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算到嘛 ，sum 9等于什么 ？sum 8加9，然后呢，如果是第10次变成 sum 10等于 sum 9加10，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规则什么样的规则？ sum i 等于 sum i 减1加 i 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形式。那这个规则基本上就是我们有10个数要加10个加，就是要执行10次的加。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固定的次数以及我们要变化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规则性了。所以呢，我们的规则刚刚已经讲过嘛，就是 sum i 等于 sum i 减1加 i。所以呢，我们的回圈要处理的是指这一个部分，就是每一次回圈它要进来执行的动作都是属于这一个。那差别在哪里？每一次 i 它的表示不太一样那这个 i 是指第 i 次的一个计算结果。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用所谓的重复处理的流程方式来表示，我们如何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呢？好，那我们的规则一样围绕到我们这个公式 sum i 等于 sum i 减1加 i 的一个规则。首先呢，我们会做一个初始化的处理 ，sum 等于0 ，n 等于10 ，i 等于1。那我们假设我们的 n 是10就让 n 用做10次就好了。所以刚开始的话，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条件 ，i 小于等于 n 的时候，如果 i 小于等于 n， 那我们的 i 是1，那 n 是1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in 它至少会执行几次？10次，而且为什么1、2、3、4、5、6、7、8、9、10都小于10，所以它会执行10次，应该会执行10次，然后呢才会不成立。所以呢，我们看如果 i 等于1的时候 ，i 小于10，它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就进行什么 ？sum 等于 sum 加 i。那 sum 刚开始是0嘛，这里是0，所以0加1指派给谁？指派给 sum， 所以目前 sum 等于1。那 i 等于 i 加1，所以 i 就变成多少？变成2了。那它会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圈，条件判断这里，所以呢，接下来 i 就变多少了 ？i 等于 i 加1，我们的 i 就变成2，所以2小于等于 n， 这是成立的，这是成立的。所以这里会依序的执行几次？执行了10次。那当 i 等于11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不成立，就跳到我们的后面处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复处理的一个处理流程。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处理流程来了解说，我们的累积次数或者是累加次数或执行的次数，基本上受限于这个条件，i 要小于等于 n， 那 n 等于多少，就看我们当初所给定的设定值是多少。